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下午来到新竹市，要来造访将军村。将军村就是金城新村，因为以前住过很多将军，所以被称为将军村。现在是历史建筑，就在前面那里。停车场这里就有防空洞，这是日本时代新建的龟式防空洞。以前这附近都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 范围非常的大，这里又有一座龟式防空洞。将军村在对面，将军村现在委外经营，是一家餐厅。 哦，这里应该是一个碉堡，地下掩体防空洞。我在高雄市左营西门遗址的正阳特工队基地看过这个碉堡，可以进入参观。对面那边还有好几栋。无忧无虑。转个弯，走入将军村。 这是展览间。将军村是过去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高级将领的居住地，百颗星星的家。这是将军村的模型图。金城新村。 这整个区域都是原日本时代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光复中学、清华大学。战后都陆续成为国军的驻地，还有眷村。现在还有一些第6燃料工厂的遗迹。 听眷村的声音。民国40年代新建的金城新村，当时是高级军官的眷舍，所以是比照美军顾问团、美军宿舍的等级，都是独栋独院。 现在总共有15栋建筑被登录为历史建筑。这个区域原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的触媒工厂。 这是原空军忠贞新村的入口。忠贞新村设立于民国43年，是空军工程联队的眷舍，现在已迁移改建。这里是寡妇楼的旧址，也是第6燃料厂的厂区之一。寡妇楼原址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1号厂房，
民国38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国防部将国共内战时死亡失联的军官眷属安置在此地。后来有越来越多孤苦无依的军眷寡妇迁入，自行搭建简陋屋寮，作为安身之所，俗称寡妇楼。2015年4月，新竹市政府将审查文化资产资格之前，遭到居民蓄意拆毁，如今已成废墟。前面那高高的烟囱，就是第6燃料厂的烟囱。第6燃料厂，现在新竹市政府正准备要整修。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兴建于2次大战期间，主要用于制造航空用燃料，以支援新竹军用机场。现在这座烟囱成为双毛蝠栖息地，每年4至9月傍晚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双毛蝠活动的踪迹。这里本来有个展览，2月份轰炸新竹州。2次大战末期，新竹市遭受美军多次轰炸。展览已经结束了。第6燃料厂新竹支厂建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建筑物比较缺乏美感。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所以一切以实用为主。台湾在戒严时代的早期公共建筑也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常被人家嘲笑是华国美学。大概跟第6燃料厂当时建设的心情是一样。在战乱的时代，一切以实用为主，无暇追求美学。我现在继续走往附近的一处市定古迹——新竹水道取水口。那已经整修完毕了，比较有可看性。大约步行10分钟吧。公道5路2段。右转水源街，新竹水道取水口在前面。新竹市市定古迹，新竹水道取水口。这里有阶梯，也有滑梯。那我溜滑梯下去好了。哇，很滑哎！新竹水道兴建于1925年，1929年昭和4年完工。新竹市就开始有自来水。取水口展示馆。您贵姓？我请志工帮我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取水口。为什么会叫取水口呢？就是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从这边取水，然后到送到那个我们的水源地去把水净水。18尖山上面。为什么会送到18尖山呢？因为18尖山是我们新竹的高点。就是溜下来，然后送到家家户户，所以新竹在1929年的时候就有自来水可以用，所以其实就是帮我们把水弄干净。从我们取水口走了我们的水源街，然后送到我们18尖山上面的水源地做净水的动作，过滤、消毒、净水。对，然后到了最干净的水的时候，才送给我们新竹市民们来共享。这样，刚刚你从上面走下来。我们上面是高点，那你为什么要往下走呢？它就是为了要
就是要让我们跟水面是平行的，哦，跟我们要取水的那个水源是同等的高度。为什么？因为我们龙恩圳就在那个地方，龙恩圳在那边，然后我们的集水井在那边。龙恩圳跟集水井的水要进到我们的集统井，那我们的集统井也是在我们这个建筑的后方那里。对，然后我水没办法往高处流啊，所以我就用这个等于是抽水马达抽过去，推出去，推出去就会就会到我们18间山上。所以这是第二集统室。第二集统室是在这边，你看它有切合的地方。哦，那这是第一集统室。但是因为它日式建筑，所以它就又有通，就是接水的那个通，那个水管呐。一滴水管日本人拢叫伊通啦。就是这个水管就通到集统室，那水源是从这边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集统井，这个集统井呢是现在也是历史建物，它风化的很严重。那集统井的水哪里来？就是我们的龙恩圳在集统井的，以这个方向讲是它的右手边。这个龙恩圳在那边。右手边的下面，我们等一下可以过去看一下。好啊。然后龙恩圳的那一头出去，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浮流水，浮流水丰沛，所以它就在那边开了6口的集水井。集水井，然后加上有龙恩圳的水，所以那些水引进来这个地方。这条就是龙恩圳。这条就是龙恩圳。那我们讲的集水井就是龙恩圳的那一头。集水井在那一头。那边有6口的集水。所以这边可以下去吗？还是这边没办法，现在还在工程。现在还在工程，看到有桥梁在那边。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开放的时候，我们可以循着这边去踩踏一下我们的龙恩圳。那不错，那我还是来得太早了，下次再来。今天这里是没有开放，本来是做水道让小朋友玩纸船，不过现在变成戏水池了，小朋友很喜欢在里面泡泡脚玩乐。这栏杆都是旧物，很明显的是日本时代的旧物。栏杆都做得很精致。整个取水口是在蛮下面的，它楼梯上下来。这个就是1942年建的，比较晚期，所以2栋明显有差异。谢谢志工陈小姐，她坚持不露面。我现在离开了，感谢导览志工很详细的为我解说。我现在走回将军村停车场，从新竹水道取水口走回到将军村停车场，大约要半个小时。唯有文化可以使城市伟大。竹扫把行动联盟。建功油库原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的地下油库，因新竹市政府通过新竹油库变更都市计划案，于是公民团体竹扫把行动联盟发起保存建功油库地下油槽的请愿行动。我回到将军村停车场了，这样环绕一圈差不多3个半小时。我今天走过的详细路线地图网址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今天的将军村第6燃料厂新竹水道取水口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